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藏海传》。我今天只想从一个小点切入，爱如何战胜恨，一个人如何在复仇的过程中不迷失本心，不迷失自我。我主要想围绕这个主题来讲一下。因为这部剧演到最后的时候，弹幕经常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不要谈恋爱，然后只有一个目标，复仇。如果不复仇，你藏海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藏海出现的意义又是什么？你遭受了灭门之灾，你哪来的脸来这儿就是谈一些情情爱爱？你要抛去这些因素，你就只管去复仇。另一种声音的话就会说，藏海已经很惨了，他人生从父母家人被灭的那一刻起，他就只有一个目标让他活下去，那就是复仇。如果在不给他的人生中给一点爱的话，让他最后发现他是棋子，师傅是假的，从小到大的培养也是假的，那他该何去何从呢？他复仇之后他该怎么办？所以给他一点爱，让他去追寻他的爱情吧，让他两个就小两口好好的过。所以就会有两种声音，一种就会觉得爱情、亲情和高明的亲情以及后面遇到的友情都是他复仇路上的绊脚石，但是另一部分声音就会觉得这些感情、这些依赖、这些依从是他需要的。如果他只有靠恨来驱使着，那当他报完仇之后，所有的恨消失之后，他又该怎么办呢？他又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呢？所以我在看剧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人在报仇的过程中，他真的可以不泯灭本心吗？他真的可以保持初心吗？我觉得其实很难。你看，像藏海，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稍微可能有点恶童属性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在经历了家庭里面那么大的一些变故之后，他被一个他的恩人收养了，就是给他预谋了一套几乎堪称于完美的一个复仇计划。但是随着抽丝剥茧的剧情的波动，慢慢的他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他也是这盘棋中的一部分，甚至后面他的恩师也是假的，救他命的那个人也是主谋的一部分。那这些东西全部发现之后，你想一个在被仇恨泡大的一个人身上，他发现一切都会是假的之后，他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变成一个反社会人格？他会不会自毁？他不会毁天灭地？因为你想，一个人他小的时候是接受过爱的，但是在放到另一个环境中，他接收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假的，甚至一些所谓的好都是半真半假的。当他一步一步把所谓的杀父仇人揪出来之后，最后发现他最大的恩人也是假的。你扪心自问，如果是你的，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在那一刻突然脑海中的一根弦崩了，一直支撑着你走下去的那股信仰也崩了？你会突然就会觉得这苍茫的天地我已经不足以立足，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自毁了，能想到的唯一道路就自毁了，你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还有另一种就会萌生出来一种很绝望的想法，很可怕的想法，就是凭什么这一切就该我来承受？凭什么只有我这样？那我承受的我也要让你们来承受。就像那个薛洋一样，你断了我一根指头，我就要你们一家几十口人命来赔偿。你们几十口人命怎么可以总配得上来比我的一根小手指头？就会爆发出无尽的恶。那这种恶的话就会毁天灭地，慢慢的他会把自身的悲剧转嫁到其他人的身上。就像我前一个视频中说到的管道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管道中。那如果说上头他接受到的是痛苦，他必须把痛苦转嫁到中间的这一层，那中间这一层必须再转嫁到第三层。但如果中间的这个他拒绝，就是最后的那一层拒绝转嫁痛苦，那中间这一层他就会绝望，他就会迷茫。凭什么我接受了痛苦，你却不承受我的痛苦？那我的痛苦该怎么办？一个就是在痛苦中爆炸，一个就是把痛苦发散开了，让整个管道爆炸。所以这就是复仇在仇恨中的人的两种道路，要么自取灭亡，要么被世界毁灭，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了。那第三条道路又怎么样才可以降临到这样的可怜人的身上呢？我觉得只有爱。因为恨的话，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一个人在无尽的孤独、绝望和迷茫中活下去，成为他唯一的生存的支柱。但是恨其实会消失的，因为你为了恨而生存，你所有的
斗志都是为了消弭的那些恨。当你把所有的让你恨的人铲除之后，那你什么能够让你活下来呢？那你只能搜集更多的恨，甚至让别人来恨你，也是你存在的一部分。但是这样的我看过的所有的影视剧，几乎没有一个在恨中诞生的人最后在恨中得以善终的。所以我就会想，那第三条路是什么呢？那在影视剧中其实也得到的答案就是爱，因为爱比恨长久，爱才是让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根本。因为你去深深的去细究很多人物，你发现他之所以成为反派，之所以成为大恶魔，只是因为他年少的时候，他可能只是想要一颗糖，他只是想要父亲的一个拥抱，或者说母亲的一句温言细语，但是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得到的只有冰冷的棍棒鞭子。就像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警察故事里面的阿祖，他那么可恶的一个人物，他杀了那么多人，做过那么多滔天的恶事，但是最后他的面具摘掉，他哭得像个孩子。他的父亲向他走来的时候破口大骂，就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个体，想的都是你让我丢人，你怎么敢。但是最后他看着他父亲走来，他在那哭得不能自已，最后选择就虚晃一招，用假枪，然后被别人干掉了。那一刻我那个时候还很小，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真的是个坏蛋吗？他真的是个天生的恶种吗？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难道他本来就这么坏，他没有办法救过来了吗？从那个时候我就会想，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接受过充足的爱，没有被接受过爱的浇灌，那他最后可能会长歪，他最后可能会长成毁天灭地的人物，反社会的人格。那再回到《藏海传》中，如果他只有靠恨驱使着，我觉得他最后可能就会变成，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对照组。你看像那个曹公公，他一开始就是曹公公，他一开始好善良呀，因为有这个剧有讲到他们小时候嘛，然后他本名好像叫陆敏还是什么，那个时候他曹平津侯还有赵炳文，对，他们三个是一块学习的。他看到那个赵炳文小的时候被欺负，他勇敢地站出来，但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他被送进宫，练了身，最后成了一个太监。在这种自己的一个身体残缺了，自己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被送到宫之后，他从一个身体残缺的一个比较柔弱有一些善良的小孩，我不敢想象他是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才得以变成了最后那样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很可怜很悲悯。然后我又在想，如果说藏海他没有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哪怕他最后经历过很悲惨的事情，但是他在他应该是8岁还是5、6岁之前，他是接受过正确的爱的教育的，完整的爱的，他知道正确的爱是什么，就那么一丁点的爱可以支撑他走过荒凉的人生。再到后面，他哪怕知道了高明，然后既是他的师傅，又是身后推波助澜的一个关键的也可能害他的人物，然后救他的恩公也是背后的一个罪魁祸首的时候，他没有一瞬间崩塌，他尝试着去理解，去用恨的另一面去感知跟师傅跟那些初六师傅相处中得到的一些温情，他没有完全被爱同时，他尝试着去理解。我就在想，如果他没有那个小的时候接受到的完完整整的爱，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东西，他可能接受到的都只有恨。他在解决的那些仇人之后，他可能会把身边的高明啊什么都杀了。如果说他本质上他没有接受过那些爱的浇灌的，所以我会觉得一个人在复仇中没有迷失掉本心的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得到过爱，完整的爱，他完整的被接受了，所以他才会保留一丝善心。再者的就是我觉得他在他后期成长的过程中，他有遇到过毫无保留的支撑他的人，支撑他的爱，就像香案图。我在越到后期，我真的已经脱离角色了，我深爱着就是这个小藏海智罗和这个图图，就是他俩的 CP， 因为我已经脱离了这个演员，脱离了这个剧，就直接这两个人，我无法想象，如果说藏海在报仇雪恨之后，如果没有香案图陪着他，他在那样的绝望和痛苦的同时下，他会不会自毁？他该怎么办呀？所以我看到最后，我真的很感谢编剧给他的结局是，他从最后一幕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就是阴兵的那个地方出来之后，香案图抱住了他，他们两个人最后走了。我就会觉得，我真的会觉得，幸亏编剧比较仁慈，给了藏海就是
一个安住的机会，给了他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我真的不敢想象，我也不能接受最后如果说香兰图没了，只剩下藏海一个人，我想都不敢想。所以这部剧其实我不太敢重刷，因为我第一幕我就不敢看，因为对我而言，这个剧它不是一个爽剧。我每次想到这个剧，我想到的最多的都是小智卢，那个趴到父母的人皮前哭的小智卢，回到自己被烧的家前面哭的小智卢，以及痛苦到不能自抑的时候在捂着自己的鼻子痛哭的小智卢。然后他巨大的痛苦的情绪都被压抑着，然后他在他又需要演戏，他又需要10几年如一日的为了那个复仇的目标而努力着。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善良，他同时也会有一些，我觉得他是有一些自我厌弃的。因为他在复仇的过程中，他觉得他把一开始也是有点天真烂漫的庄二，然后慢慢引导成了哪怕他不是他的本意，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最后庄二亲手弑父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我觉得他内心是有点对自我的一定的批判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善良的人所要必经的一些内心的煎熬。所以我觉得这个剧里面怎么说呢，是我能够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悲凉无助，就哪怕最后他报仇了，藏海也不是那种小人得志，因为真正的报仇真的是悲凉，真的是无尽的痛苦，就有一种一切都结束了。是啊，一切都结束了，可是呢，我的亲人能回来吗？以前的我能回来吗？反正就会有很多的迷茫在，痛苦在。所以这部剧更多的带给我的，我就感觉是这部剧的色彩，我就感觉我想象中的就在一个大雪天，一个青年的男人走在雪地中，走着走着背慢慢的就塌了下来，感觉到已经没有力量支撑着他最后再接着走了，他靠到一个墙上面，他很无力，他很痛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是他最真实的最本真的模样，抛去一些所谓的爽，所谓的复仇，所谓的情节，他只有一个深深的无力。所以我就会很心疼藏海这个人物，特别特别的心疼。我不太，虽然我看了很多遍，虽然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看了很多遍。所以我就看一些 cut， 在一些 cut 里面看一些喜欢他的观众们剪的他的另一种结局，他可能更肆意的人生，甚至我想象他可以是一个皇子，我想象他去演一个权臣，我想象他去演一个将军，我想象他去演一个王爷，但是我不会再舍得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了。这就是《藏海传》这部剧，我看完之后，我内心深处最大的一个感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想过，因为看过一些书，我就在想，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些人，身边的人有的变坏了，我那个时候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就会想，我有能力，我可以影响他们，我让他们改变。但是慢慢大了之后，你越大越绝望，因为你发现有些人他坏到你已经改变不过来了，甚至你觉得你在改变他，那其实他在掌控你。在慢慢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已经成型了的那些被环境所影响的人，他已经陷在自身的因果中了，你没有办法去动摇他，改变他了，他只能自救。但是有一部分人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社会的力量、爱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力量去改变，那就是小孩。因为每一个生命刚诞生之初，我前不久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小孩在诞生之初，他都是未被浸染过的善良的小苹果，善良的种子，你把它放到什么样的土壤中，它就会长成什么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一些爱的引导，父母对孩子正确的爱给到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之后他才不会变味，他才不会变成一个坏人。也希望有现在的社会中大家能够越来越重视对于小孩的教育，小孩生长的环境，不要对一个刚出生的小孩赋予太多活着之外的意义，生命之外的意义，就让他自然的生长，不要揠苗助长，不要扭曲他的本心，也不要在小孩该给他爱的时候给他很多枷锁。这样的小孩长大之后真的会很痛苦，
他的一辈子只会活在绵延不断的阴雨天里面，他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去走出那场大雨。但是这场大雨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小孩可能被淹没，有的时候小孩可能都活不到走出那场大雨。所以年少时候投射给孩子爱的教育、爱的浇灌，我真的觉得无比的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希望自己有小孩的可以给小孩毫无保留的爱，没有考虑好生小孩的一定要考虑好。再者就是教育中很多一些影视剧也好，一些文学作品也好，就是告诉小孩什么样一些正确的，树立一些正确的三观，就不要长大之后被一些人带着走，去干出一些违背本心的事情，以至于到你某一刻你想回头的时候，你已经种下了因，你之后又痛自己的恶果。所以就希望每一个人可以更好，这就是我看完这部剧的一个感想。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跟我讨论更多属于你的观影的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